85年，我考上北京大学后，二叔有钱却向我哭穷，拒绝资助，而小叔卖掉了祖传的医书供我上学。20年后，我回村报恩，我家穷的都揭不开锅了，哪有闲钱管你什么狗屁梦想。1985年，我带着通知书和写好的借条跪求二叔借我一部分学费，可这个镇上唯一的万元户，只扔给我50块就将我撵出了家门，反倒是一贫如洗的小叔，竟卖掉了3本百年医书为我凑齐学费。20年后，我荣誉返乡，县长亲自接待我，不想在接风宴上，我那位拜高踩低的二叔竟舔着脸跟我说：嘿，朋友，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、等咖啡，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，别着急划走。今天的一页故事，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午后，村口的老槐树还在蝉鸣里打盹，邮递员老王的28自行车就叮铃铃地冲进了巷子，那车铃铛晃得比他嗓门还响。林耀娃子，北京大学的通知书来喽。我正蹲在院里劈柴，闻言斧头哐当一声砸在木墩上。真考上了。母亲走得早，父亲去年也没熬过冬天，这院子里就剩我一个人。结果老王这嗓子一喊，半个村子的人跟脚后跟上了，土坯墙根下全是踮着脚张望的脑袋。真考上了，是北京的大学。隔壁李婶扒着院门往里瞅，耀娃你可真给咱村长脸，咱村自个儿的大学生，可不是吗？我就说这娃自小眼神亮，去年帮我算公分，小数点后2位都不带错的。人群中的乡亲你一言我一语，村东头的二柱子扒拉着人往前拱，快拆开看看，是不是跟画报上似的，红本本烫金字儿。老王早把牛皮纸信封塞到我手里，信封边角都被我攥得发皱，我拆信的手的都在抖。待北京大学4个烫金大字在日头下晃出光芒时，人群嗡地炸开了锅。我的天爷，北京大学，那可是全国顶顶好的学堂，他爹娘要是还在，得在坟头蹦高喽。老陈家祖坟冒青烟了，以后耀娃就是吃公家饭的干部，咱村也跟着沾光。王大娘挤到我跟前，粗糙的手在我脑门上摸了又摸。好孩子，真有出息，你爹走前还念叨，说你要是考上大学，他就是砸锅卖铁也供。他话音没落，眼圈先红了，我也喉头一梗，没顾上接话，攥着通知书就往后山跑。爹娘，父母的坟包前还插着去年的纸幡，我扑通一下跪下，额头重重磕在草皮上，响了几声。爹娘，我考上了，是北京大学，你们对我的期望，儿子终于做到了。我的眼泪跟20年来咽下去的苦水似的，又涩又烫。可等村里人散了，煤油灯点上时，那股子热乎劲儿就凉透了。抽屉里翻出的钱票加起来才18块5毛，学费要2400，猪圈里2头半带的猪，镇上收猪的给价顶多300，鸡窝里那几只老母鸡，凑起来不够买半袋化肥，这么多年能维持温饱都已经是勉强，更何况是学费。我盯着通知书上北京大学4个字，指甲都快掐进纸里，垂头丧气时，我突然想起二叔，他是镇上第1个买彩电的万元户，开着杂货铺，住着红砖房。父亲在世时，二叔总说耀娃以后肯定有出息，如今我真出息了。他看在父亲的面子上，兴许也能帮衬1、2，可这借钱的事儿哪那么容易开口。我在炕头上坐了一宿，脑袋里乱窜的念头也打架打了一宿，直到天亮时，我犹豫再三，还是写了张借条。借条上字斟句拙，写清了还款日期，还按了红手印，
连觉都来不及补，就出发去了镇上二叔家。去镇上的路有20里，我穿着打补丁的布鞋，走一步捏紧一次借条，站在二叔家红砖墙外，铁门上的铜环已经被日头晒得发烫。我刚抬手敲门，门就吱呀开了道缝。二叔抽着烟探出头，看见我时眼皮子猛地一跳：“耀娃，你咋来了？”他话音没落，眼神就跟探照灯似的在我身上扫了一圈，最后定在我露着脚趾头的补丁布鞋上。我下意识把脚往后缩，二叔见状干笑2声：“快进来，这天热坏了吧？”他侧过身让我进门，我跟在他身后，像个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到处张望。屋里亮堂的黄眼，奶黄色的墙纸贴着风景画，沙发罩子雪白，比我家土炕头的油布干净10倍。我踩在水泥地上不敢挪步，生怕鞋底的泥点子蹭脏了地板。二叔指了指沙发，坐。我去倒水。哎，好。刚坐下，里屋就传来哐当一声响，是二叔儿子小宝的嗓门：“爸，我又没鞋了，你看看这些，都去年的款了，我同学他们都穿回力，你给我也买双呗。”我闻言看了看自己初中后就没换过的破布鞋，下意识把脚往后藏了藏，正往沙发缝里缩脚呢，就听见二叔在里屋哄他：“不喜欢就买新的，明儿爸带你去供销社，100多块钱的事儿，咱不差这钱。”他顿了读，又说：“对了，你叔家耀娃来了，出去打个招呼。”小宝哼了一声：“我才不出去，穷亲戚有啥好见的？”穷亲戚3个字瞬间重重烙在我心里。我抿着唇，盼着二叔能说点什么，救救我可怜的尊严。可二叔莫再吭声，踩着拖鞋出来了。他把杯子往茶几上一放，玻璃台面映出我拘谨的脸：“耀娃今儿咋有空来玩？”我抠着裤腿上的补丁，嗓子眼发紧，犹豫半晌，还是挑了个莫那么突兀的切入点：“二叔，我考上大学了。”“考上大学好啊。”他眼睛一亮：“哪个大学？”“北京大学。”“哎呦，那可是名牌。”二叔拍着大腿，可笑容还没挂稳，就听见我小声说：“二叔，我这次来，是想请您帮个忙。”我的声音细若蚊蝇。二叔一听，脸色稍稍一变，打量我一眼：“帮什么？你说吧。”“我想跟您借一部分学费。”空气突然凝滞了，沉默的气氛压得我快喘不过气。我生怕他觉得我是来要钱，赶紧把借条递过去。我写了借条，等我毕业工作了一定还，按月还按周还都行。二叔，上大学是我的梦想，也是我爹娘的遗愿。您……我话还没说完，二叔的脸色已经沉了下来，接过借条瞟了2眼就放在桌上。哎呀，耀娃，不是二叔不帮你，只是你二婶前阵子进货赔了本，眼下人还在外地催账呢，家里就剩我跟小宝，他还得上学，开销大助力，我可以分期还的。我往前凑了凑，或者把我家那头猪抵押给您，还有老宅。哎呦，你这孩子咋听不懂话？二叔突然提高了嗓门，借条一甩扔回我脚边。我说了没钱，我家穷的都揭不开锅了，哪有闲钱管你什么狗屁梦想？他猛地站起来，从裤兜里抖落出5张10块的票子摔在桌上。这50块你拿着，多了没有？能给你的就这些，拿完赶紧走，别让邻居看见说我苛待侄子。手边的票子上还带着二叔的体温，可我盯着那50块钱，脑子里全是刚才他在里屋说的100多块钱的事儿。小宝一双鞋够我交小半个学期的学费，可他打发我时，连个鞋钱都不够。二叔，别叫我了。他打断我，
脸上全是不耐烦。你说你能悬？拿什么悬？别到时候拿我家钱去打水漂。行了行了，快走吧，别在这儿耽误我做饭。他催着我离开。在我走后，铁门砰的一声迫不及待关上。我攥着那50块钱站在巷口，日头晒得人发晕。我把借条塞进裤兜，回去的脚步却像灌了铅。路过供销社时，看见橱窗里摆着回力球鞋，标价签上的128元刺得我眼睛疼。我攥着50块钱往回走，路过村头老槐树下，听见几个婆娘在唠嗑。耀娃从镇上回来了，咋耷拉着脑袋？怕是没借到钱吧？他那二叔……话没说完就被咳嗽声打断了。我把头埋得更低，眼泪啪嗒掉在借条上，红手印被阴得模糊。上大学是我从认字起就揣着的梦，可现在2400的学费像座山，压得我连喘气都发闷。我在心里劝着自己，想着本本分分当个农民也不错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也能有一番作为。可这心里却始终堵得想哭。我胡乱摸了把眼泪，却听到身后突然有人喊：耀娃！我回头一看，心猛地揪了一下，是小叔。他背着个蓝布药箱，额头上全是汗，显然是从邻村看病回来。小沈走得早，他一个人拉扯2个娃，平时靠走街串巷当赤脚医生的那点诊金勉强养家糊口。药箱里那几本医书比命还金贵。小叔见我情绪不对，几步赶上来，看见我脸上的泪，一把将我搂进怀里。好孩子，咋哭了？考上北大是天大的喜事儿，咋还掉金豆子呢？我鼻子一酸，哽咽着问：小叔，你也知道了？整个镇子都传遍了。小叔替我擦眼泪，笑得眼角都是褶子。我特意绕路来看看你，想着给你道喜呢。他刚说完，就看见我嘴角刚扬起的笑又瘪了下去，眼神往我攥着的50块钱上一瞥，突然就明白了一切。傻孩子，哭啥？有小叔在呢。他突然把药箱往地上一放，神秘兮兮冲我一笑：看小叔给你带啥了。他打开箱盖，从最底下掏出个油布包，里面是3本线装书，书页泛黄发脆，封皮上“千金方本草纲目”几个字都磨得看不清了。这可是咱祖上传下来的老医书，好几百年了。前几年有城里的药贩子出2000块买，我都没卖呢。现在正好给你凑学费，说不定还能多卖俩钱。我吓得死死攥着那3本医书。小叔，这书不能卖，你卖了拿什么给人看病？看病，你的前程才是大事。这钱要是能换你上北大，值了。值个屁！我没忍住吼出声，把书狠狠砸在草垛上。这书一代一代传了这么多年，多少疑难杂症在这上面。是你的命啊！风声突然平息下来，轻轻柔柔将小叔颊边的热汗吹走。他叹了口气，仔仔细细摸了遍我的脸。耀娃，你爹走前攥着我的手说，耀娃要是考上大学，你得帮他。我答应了。现在你要是卡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让我拿什么脸去见他？我猛地往后退，眼泪比从二叔家出来时流的还凶。我不要，大不了我不去上学了，我跟你学行医，给你养老，给弟弟们挣学费，放你娘的狗屁！小叔突然扬手，巴掌在半空停了停，重重砸在自己大腿上。你爹娘熬了一辈子，就盼着你跳出农门，你现在说不去，你对得起谁？我告诉你，你是大学生，是要去北京的，你要是敢耽误了，我这辈子都不认你这个侄子。小叔的话说得斩钉截铁，任凭我如何阻拦，都铁了心要把书卖了供我上学。远处，小叔的身影越走越小，我对着他的背影一下跪在泥地里。
声音被风吹得七零八落。小叔，这钱我借，等我毕业挣了钱，10倍100倍还你，等我有了出息，一定给你寻回来，一定。小叔的医书最终卖了2700块，他把钱往我手里一塞，自己连张灵票都没留。我想把多出来的票子给他，可他却强行塞回了我手里。穷家富路，都拿着，别舍不得。临走那天，小叔背着半人高的布包来送我，包里塞满了晒干的柿饼、腌芥菜，还有6双新纳的布鞋，针脚密的能扎破手心。他蹲在月台边，把鞋一双双往我行李里塞，白发都跑出了头巾。我抱着他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眼泪全滴在他补丁落补丁的衣襟上。小叔拍着我后背笑，傻孩子，哭啥？到了那边好好念书，缺啥就给小叔写信。啊，好，小叔，等着我，等我出息，一定回来给你长脸。小叔闻言破涕为笑，不求你有大出息，健健康康的，在外多照顾自己身体。哎，念着了。大学4年，我没敢忘小叔的话，课堂笔记记满了20个本子。周末就趁着改革开放的小浪潮，蹲在夜市摆摊卖领带。赚到第一笔巨款时，我给小叔寄了300块，附言写着给弟弟们买新书包。他回信骂我瞎花钱，却在副页画了个笑脸。后来日子就像上了发条，我跳级考证，被教授破格招进研究院。成立医疗公司那年，我把第一笔分红换成了整箱的青霉素，托人捎回他家里。20年间，当年的2700块早还了10倍。可每次寄钱，小叔都要在回信里骂我挣了钱就忘了本。直到去年，我成了国家人才，公司牌子挂在了中关村最显眼的位置。在我决定回村的那天，村镇领导电话打到爆，说什么也要给我办场接风宴，美其名曰让全县都要沾沾你的光。我推了3次没推掉，只好应了。接风宴设在镇政府大院，红地毯一路铺到了门口。我刚下车想找寻小叔的身影，就听见身后有个大嗓门喊：哎呦，我的好侄子！回头一看，二叔穿着件亮色的西装，正拨开人群往我跟前凑。他一把攥住我的手腕，大金表硌得我生疼。看看这出息，我就说耀娃从小眼神亮，将来准是大人物。周围的领导和村长都围了过来，二叔立刻拽着我往人堆里挤。这是我亲侄子，跟我小时候最亲了。他爹走得早，都是我拉扯大的。他唾沫星子横飞，一会儿说我小时候爱往他怀里钻，一会儿又提起我父亲托孤的场景，听得我胃里直犯恶心。当年他考上北大，我连夜给他凑学费。二叔越说越离谱，突然瞥见我冷下来的脸色，讪讪地笑了笑，见我莫附和他，脸上有点挂不住，用胳膊肘捅了捅我。耀娃，你说句话啊，是不是？当年二叔最疼你了。我看着他脸上堆起的褶子，突然想起20年前那个午后，他把50块钱摔在桌上的样子。是吗？最疼我了吗？我嗤笑一声，声音不大，却像冰锥子似的扎进他的脸皮。您说的是哪种疼？是我向您借学费，您给您儿子买一双鞋都要100多块钱，却只给我50块钱打发我走？还是我在外拼搏20年，您连一封信甚至一句好都没问过我？现在看我有出息了，又来跟我亲近。二叔没想到我会说话这么直白，眼神躲闪着拽我袖口，示意我别说了。耀娃，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当年那不是有苦衷吗？你二婶进货赔了本，家里实在，而且这也不全是我的主意，是你婶子说有闲钱也别给外人借。他慌慌张张想把自己摘出去，可这一声外人却让我彻底寒了心。
我冷笑一声，既然您觉得我是外人，那还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周围响起窃窃私语，领导们的脸色都变了。二叔见状突然拔高嗓门，就算我当年没帮你，可你爹是我亲哥哥，血浓于水，现在你发达了，不该拉拔亲戚吗？血浓于水。我笑出了声，指着人群里的小叔大声，我爹走后，是谁把传了3代的医书卖了给我凑学费？是谁20年如一日关心我，却连我公司上市都没跟人提过一句我侄子？这才是真正的血浓于水。你那副做派，顶多算见风使舵的小人。二叔猛地转头看向小叔，嘴皮子哆嗦着，你别血口喷人，志德他卖书是他乐意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是他乐意。我拨开人群走到小叔跟前，他想往后躲，却被我紧紧攥住了手。那双手布满老茧，指关节因为常年拿针都变了形，让我鼻子一酸。他乐意把吃饭的家伙卖了，乐意让俩儿子辍学去砖厂搬砖，就为了让我这个侄子能去北京念书。我把小叔拉到红地毯中央，周围的掌声瞬间响了起来。我拿起话筒，声音穿透鞭炮的余响。各位，20年前我差点念不成书时，是我小叔林志德卖了3本百年医书，凑了2700块钱给我。他到现在都不肯收我孩的钱，说孩子有出息了，比啥都强。小叔的脸长得通红，拽着我袖子直摇头。耀娃，别说了，都是过去的事儿。这不是过去的事儿。我握住他的手举起来，让所有人都看见他掌心的裂口。没有他，就没有今天站在这里的我。至于某些人，我瞥了眼脸色煞白的二叔，与其琢磨怎么攀高枝，不如想想当年那50块钱，够不够买你儿子现在车里的半箱油？院里的乡亲们早把当年二叔甩50块钱的事儿嚼烂了舌根，此刻见他还敢舔着脸往我跟前凑，唾沫星子差点喷到他脸上。当年耀娃到他家借钱，他眼皮子都不抬。听说他儿子现在穿的皮鞋，一双够咱半年口粮，真是势利眼。现在看人家出息了，又来装慈父。二叔被骂得脸一阵青一阵白，从前在镇上被人捧着的架子早碎了一地。他呸了一声，噔噔往外走，引来一片哄笑。我也实在受不惯宴席上恭维的气氛，夹了2筷子红烧肉就拽着小叔往他家走。土坯房还是20年前的模样，墙根下晒着柿饼，堂屋桌上摆着粗瓷碗，里面是馒头就咸菜。你这孩子，刚那么多大鱼大肉不吃，跑回来啃咸菜。我笑着抓起馒头，就着咸菜咬了一大口，咸香直窜嗓子眼。在北京就馋这口，饭店里的报餐赤肚都没您腌的芥菜脆。小叔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儿，笑着笑着突然抹起了眼泪。傻孩子，这些年在外面没少遭罪吧？我嘴里塞着馒头，嗓子眼突然发梗。这么多年，除了爹娘，只有小叔会盯着我问辛不辛苦，累不累。我咽下喉口的酸涩，跟他摆摆手，没事儿，都过去了。看他还在抹泪，我赶紧从包里掏出个木匣子，像当年他对我一样，神秘兮兮冲他笑。对了，小叔，看我给你带什么礼物了。他疑惑地打开匣子，里面躺着3本线装医书，封皮上千金方3个字烫着金箔，跟当年卖掉的那几本一模一样。旁边还落着4本崭新的医书，宣纸封面印着本草图谱。这不是那几本老医书吗？是啊，我把当初卖的那几本买回来了，还淘来其他成套的几本，送您当礼物。小叔指尖抚过书页，眼睛亮得像落了星星，却喃喃道：这得花多少钱啊？快拿去退了。小叔现在给人看病，记在脑子里就行。
记在脑子里哪有捧着书踏实。我直接把匣子塞进他怀里。您说过，这是传承，可不能丢。小叔捧着书，手指抖得厉害，一会儿翻开看看，一会儿又小心翼翼合上，最后在我的极力劝说下，红着脸把匣子抱进里屋，跟藏宝贝似的塞进木箱最底下。我瞅准他高兴，赶紧掏出房产证。小叔，还有个事儿，镇口那家中药铺，我盘下来了，打算给您开个医馆。医馆？他猛地回头，你这孩子，盘店面得多贵，用不着用不着。我当赤脚医生惯了，背着药箱走村串户挺好。好什么好？我把房产证拍在桌上。您去年给王大爷瞧病，冒雨走山路摔了一跤，这是忘了。而且要是有了医馆，乡亲们头疼脑热，不用跑10里地找不着您人影儿，您也不用风吹雨淋，这不是一举两得吗？我眼见着小叔的表情有些动摇，干脆趁热打铁继续道，这地方我已经挑好买下来了，你不去，地方也是闲着，更白白浪费了钱。小叔闻言盯着房产证上志德堂3个金字，又看看我西装上没拍掉的尘土，突然笑出了泪。你这孩子，跟你小叔还这么强。小叔的志德堂医馆开张那天，镇党委书记亲自来接的牌。小叔本来是10里8村出了名的人好心善，况且用的药和仪器都是我公司直接供给他，便宜又有品质保证，所以在村内外口碑很好。来看病的乡亲从堂屋排到了巷口，这是传到二叔耳朵里。他正坐在自家杂货铺里嗑瓜子，自从接风宴上被戳穿老底，他走到哪儿都有人指后背。眼下现小叔成了志德大夫，更是气得把瓜子皮吐了一地。不就靠药娃盘了个破店面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没2天，他就揣着张药方子冲进医馆，指着正在趁药的小叔嚷嚷，林志德，你安的什么心？我儿子吃了你开的药，上吐下泻一整夜，药碾子哐当掉在地上。小叔急忙赶过来，小宝怎么了？我上周给他开的是治积食的山楂麦芽。怎么会？怎么会？二叔满脸横肉，掌心在柜台上拍得当当响。当年你卖书供药娃，心里指不定多记恨我没借钱，现在拿我儿子撒气来了是吧？亏我们还是兄弟，你怎么心肠这么恶毒？哥，你说啥呢？他是我亲侄子，我怎么会害他？小叔急得脸通红，可二叔却不依不饶，冷笑道，亲侄子？药娃还是我亲侄子呢，你现在跟他亲如一家，指不定在背后怎么编排我。正吵着，我掀开门帘进来，见到的正是这一副咄咄逼人的场景。二叔一见我，嗓门更亮了，药娃你来的正好，你小叔给你表哥下药，你得给我做主。小叔是什么为人我再了解不过，因此我一眼就看清今天这事儿到底是谁挑起。倒是小叔拽着我袖子直摇头，眼神里全是算了吧。可我明白，二叔这种人，一旦忍让他一次，后续就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。二叔用错药这事儿说来可不小，要是小叔确实用错，我一定赔您一个满意答复。但要是您诽谤，二叔的脸刷得白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啊，就是做事都要讲证据嘛。我现在就报警，让远景同志处理这件事，还您个公道。别！二叔一听我要报警，吓得直往后缩。我是一时糊涂，小宝是吃坏了别的东西，跟你小叔没关系。是我记错了。记错？那这糊涂账，您还是慢慢去跟我婶子算吧。他一脸茫然，没有听懂。直到3天后，婶子从县城铁青着脸回来，把公事包砸在桌上，看看你干的好事，
原来神子所在的县医院想进一批进口心电图机，整个华北只有我公司代理，他好不容易跑下审批，眼看就能靠这笔采购提成升职。结果我接到申请当天就批了不予合作，理由栏写着供应商关联人有恶意诽谤行为，那台机器要是拿下，我能提副科长，现在全泡汤了。二婶指着二叔鼻子骂，你非要去惹志德和耀娃干什么？他现在是能捏死咱们的人物。二叔哭天抢地，可婶子铁了心，拽着他就往志德堂走。那天下午，我正帮小叔整理药材，远远就看见二叔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裳被二婶推进门，膝盖差点撞在药柜上。耀娃，志德，二叔的声音抖得像筛糠。我错了，我不该胡说八道，你们大人有大量。小叔端着药碗的手停在半空，看看我，又看看二叔通红的眼眶，最后把药碗递给他，先喝了吧，看你嘴唇都干了。我没说话，只是看着窗外，夕阳把医馆的影子投在青石板路上，小叔的药箱静静靠在墙角，跟20年前那个卖书的午后一样，沾着泥土，却闪着光。而二叔跪在地上的身影，在光影里显得格外瘦小，像极了当年他扔给我的那50块钱，轻飘飘的，却终于压垮了他自己。起来吧，二哥。小叔的声音轻得像棉絮，却让二叔抖得更厉害。没事儿的，也没影响到我什么。我靠在药柜边默吭声，目光落在一旁的锦旗墙上。二叔顺着我的目光看去，突然哇地哭出来。志德，我知道错了，当年莫借钱是我短视，后来瞎造谣是我糊涂，你跟耀娃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一般见识。二婶猛地给了他后背一巴掌。哭什么哭，跟耀娃说正经的。我抬手制止了他。窗外传来两兄弟的交谈声，是小叔的2个儿子笑闹着一起回来，看见医馆里的情景愣住了。20年前，他们为了给我凑路费去砖厂搬砖，如今一个成了镇上的民办教师，一个接了小叔的班在医馆抓药。我终于开口，声音不高，却让整个屋子静下来。二叔，20年前你给我50块钱时，我就知道人跟人不一样。现在你跑来道歉，是因为二婶丢了升职机会，不是真觉得错了。二叔的哭声戛然而止，嘴皮子哆嗦着说不出话。小叔拽了拽我的袖子，眼神示意我差不多就行了。我知道他心软，也多因为他当初心软愿意拉我一把，才能有我的今天，所以我并不打算跟他拧着来。这样吧，我从抽屉里拿出份档，县医院那批心电图机，我可以让分公司调拨，但有2个条件。第一，你得在村委会广播站公开道歉，把当年借钱和这次造谣的事说清楚。第二，我顿了读，再次看向小叔，以后医馆进药材，你家杂货铺得按批发价供货，不许抬价。二婶眼睛一亮，赶紧点头，行行行，保证办到。二叔却梗着脖子不吭声，直到二婶又要抬手打他，才哭丧着脸答应下来。临走时，他路过药柜，看见那套失而复得的医书被玻璃罩子供着，突然伸手想摸，又被小叔轻轻挡开了。这事过后，二叔果然在广播站道了歉。起初乡亲们还在背后指指点点，但小叔每次见了他，依旧会问二哥吃了吗？甚至有次他感冒发烧，还是小叔背着药箱去他家瞧的病。转眼到了秋天，医馆后院的山楂树结了果，小叔把山楂晒成干，给我装了满满一布袋。北京干燥，泡水喝败火。他说话时，鬓角的白发又多了些，却比20年前卖书时笑得更舒展。这天我正在医馆帮着晒药材，镇党委书记突然来了，身后跟着个扛摄像机的年轻人。
书记拍着我肩膀，药丸啊，县电视台想做个专题，讲讲你和志德大夫的故事，弘扬一下咱这知恩图报的风气。小叔一听就摆手，可别拍我这手都是老茧，上电视不好看。好看，书记哈哈大笑，您这双手可是捧出了个大学生，救活了多少乡亲，谁敢说您这手不好看？专题片播出那天，全镇的电视都调到了县台，画面里小叔给虎娃他娘扎针，阳光透过窗棂照在他的白大褂上，药箱上的补丁清晰可见。解说员说着麦一叔公侄子上大学的往事。我看见电视画外，二叔家杂货铺的门帘动了动，他露出半张脸，眼神复杂地盯着荧幕。没过几天，小叔收到个匿名包裹，里面是2斤上好的西洋参，还有张字条，墨迹很淡，写着给弟弟补身子。小叔拿着字条看了半天，最后把参片放进了给乡亲们熬的公共汤药里。我望着药罐里翻滚的药材，蒸汽氤氲中，仿佛又看见20年前那个卖书的午后。小叔背着空药箱走在田埂上，布衫被风吹得像片要飞走的叶子，而如今，这片叶子终于落在了扎根的地方，连带着那些曾经的褶皱和补丁，都在阳光下舒展成了最妥帖的模样。假期快结束时，我又告别乡亲和小叔回到了北京，而专题片播出半年后，我接到小叔的电话，他说大儿子想考北京的教师编，小儿子琢磨着跟我学医疗器械维修。我连夜给他们收拾出2间屋子，阳台上摆好了小叔爱吃的山楂干。那年冬天，兄弟俩背着铺盖卷站在我家楼下，小儿子掏出个油纸包，里面是小叔新纳的棉鞋垫。爹说北京雪大，让你注意保暖。我带着他们跑招聘会，进车间，看他们从说话带口音的乡娃，慢慢变成能在中关村跟人砍技术的小师傅。小叔隔3差5打电话，开口先问鞋暖不暖，再絮叨医馆来了什么新药方，末了总说你们在北京好好干，别惦记我。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，我以杰出人才身份拿到观赛票，硬把小叔拽来了北京。他穿着我买的羽绒服，在鸟巢门口攥着门票直哆嗦，这辈子哪见过这么亮堂的地儿。那晚我们坐在看台上，烟花在夜空中炸开时，小叔突然抓住我的手，药娃，你看那像不像当年卖书时，药贩子给的票子在天上飞。我看着他鬓角的白发被灯光照亮，想起这匆匆走过的20多年，如今他的2个儿子，一个成了重点中学的老师，一个成了我公司的技术骨干，而他自己也被聘为中医药博物馆的顾问，常给孩子们讲千金方里的故事。去年春节，我们全家去颐和园看雪，小叔穿着红围巾走在前头，2个儿子一左一右搀着他，孙辈们在冰面上追着鸽子跑，我落在后面拍照。镜头里他的背影挺得笔直，不再是当年那个背着空药箱佝偻着腰的男人。药娃，快跟上！他回头喊我，围巾上的毛球在风雪里晃着，我应了声，加快脚步。雪落在羽绒服上，像极了20年前那3本医书封皮上的霜，此刻却暖得让人想掉泪。原来最好的传承，从来不是那几本线装书，而是有人在你身后，把良心2字走成了一辈子的路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、3份。下一期一页故事，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页惊喜，可能是关于梦想，关于陪伴，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。记得准时来赴约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